Hello， 晚上好，欢迎锁定我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夜深度拆解古典名著的风格，一定要点亮订阅，打开更新提醒。每期我都会带你跳出表面故事，读懂藏在历史背后的人性格局与人生选择。也欢迎听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。今天我们要深挖的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，从小到大绕不开的千古巨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你或许听过桃园结义，听过赤壁烽火，听过诸葛北伐，可你真的读懂三国的内核了吗？你有没有认真琢磨过这些直击人心的问题？为什么曹操手握天子，坐拥北方沃土，谋臣猛将如云，一辈子南征北战，终究没能完成一统大业？为什么东吴占据长江天险，粮草丰足，水师冠绝天下，世代偏安江东，永远迈不出逐鹿中原的脚步？为什么刘备半生漂泊，屡战屡败，前半生几乎没有一块稳固地盘，却能聚拢天下豪杰，让关羽、张飞生死相随，让诸葛亮耗尽一生心血，鞠躬尽瘁？为什么乱世群雄逐鹿，英雄辈出，到最后笑到终点的偏偏是隐忍多年，毫无英雄气概的司马家族？为什么我们千百年以来铭记的不是胜利者的权谋，而是失败者的忠义与理想？其实《三国演义》从来都不是一本简单的军阀混战小说，也不是单纯的权谋争斗故事。它抛开朝代更迭、战火纷争的外壳，本质上是一场横跨近百年，关于三种人生价值观、三种处世格局、三种创业逻辑的大型社会人性实验。魏蜀吴三方争的从来不止城池、土地、兵马、人口，他们争的是道义与利益的抉择，是理想与现实的博弈，是格局与眼界的差距。读懂了这三种价值观，你就读懂了三国，更读懂了当下职场、人生、人际交往的底层逻辑。想要看透这场乱世大戏，我们必须先走进东汉末年的时代底色，读懂乱世崩塌的根本原因。世人总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仿佛王朝兴衰都是天命注定。可哪有什么虚无缥缈的天命？所有乱世的爆发根源从来都是人心崩塌与社会失衡。东汉末年的崩坏，绝不是仅仅因为几个昏君当道，也不是宦官外戚互相争斗那么简单。最致命的病根就是阶级固化这四个字。整个大汉王朝的资源被世家大族、门阀士族牢牢垄断，仕途被豪门把控，土地被豪强兼并，财富被贵族独享，普通寒门子弟哪怕胸有韬略、身怀绝技，也没有任何出头的机会。底层百姓终日劳作却食不果腹，辛苦耕耘却无立锥之地。四世三公的袁绍家族就是当时门阀势力的极致代表，生来便身居高位，自带权势光环，无需努力便可掌控一方话语权。在这样的社会格局里，上层人永远富贵安逸，下层人永远挣扎求生，阶层彻底锁死，上升通道完全关闭。当百姓连活下去的希望都被磨灭，反抗就成了唯一的出路。于是巨鹿张角，振臂一呼，黄巾起义席卷天下，那句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从来不是一句刻意编造的造反口号，而是千万底层百姓走投无路的绝望呐喊，是对腐朽王朝、固化阶层最激烈的反抗。战火蔓延各州郡，朝廷兵力孱弱，只能放权地方，允许各州郡守自行招兵买马，平定叛乱。也正是这一刻，大汉王朝的中央权威彻底瓦解，各路诸侯拥兵自重，割据一方，曾经统一的江山瞬间裂成无数碎片。在这片战火纷飞、礼崩乐坏、道德失守的乱世废墟之上，无数枭雄纷纷登场，而曹操、孙权、刘备站在了同一起跑线，用三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诠释了三种完全对立的人生选择，也开启了三分天下的百年棋局。首先我们来看曹魏阵营，它代表的是极致现实主义。
如果放在现代商业格局中，曹操就是妥妥的顶级互联网大厂创始人兼 CEO， 骨子里彻头彻尾结果导向，利益至上，实力为王，毫无多余的情怀与虚名牵绊。乱世初期，18路诸侯组成讨董联军，个个端着世家贵族的架子，在乎名声体面，在乎朝堂礼法，拘泥于旧有的道德规则，互相推诿扯皮，不敢真正出兵迎战。只有曹操一眼看透了乱世的本质，在秩序崩塌的年代，所谓道义、名声、礼法，都是最廉价的装饰，唯有绝对的实力、精准的利益算计、冷酷的杀伐决断，才是安身立命、称霸天下的唯一资本。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，不是狂妄的嚣张，而是曹操给自己立下的乱世生存信条。他不相信人情，不相信誓言，不相信虚名，只相信自己手中的兵权、身边的谋士、麾下的猛将。很多人只看到曹操的多疑、狠辣、杀伐，却忽略了他能从一介小小校尉逆袭成为北方霸主，靠的绝非仅仅是野心，更是打破规则的魄力。这份魄力的核心就是唯才是举。东汉末年，做官看门第，品行名声出身寒门者再有本事，也难以踏入仕途。曹操偏偏反其道而行，接连颁布3道求贤令，向全天下宣告：不问出身贵贱，不问家世背景，不问过往污点，不问名声优劣，只要你有治国之才、用兵之能、实干之力，我都破格任用，给你平台，给你权势，给你前程。我不看世俗道德评价，只看你的实干 K。PI 这番举动直接撕开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壁垒，无异于在沉闷的乱世投下一颗惊雷，瞬间激活了整个社会的底层人才活力。张辽、徐晃、于禁等草根猛将慕名来投，郭嘉、程昱等不拘小节、性情洒脱的奇才甘愿辅佐。一时间，曹魏阵营人才济济，汇聚了天下半数精英，整个团队形成了强悍的狼性文化。目标明确，执行力极强，不讲人情，只重实际。官渡之战便是曹操极致现实主义的巅峰高光时刻。表面看，这是一场以2万兵力抗衡袁绍10万大军的军事奇迹。往深层拆解，这是寒门实干派对腐朽贵族派的降维打击。袁绍坐拥4世3公的底蕴，兵多粮足，地盘广阔，却优柔寡断，格局狭隘，麾下谋士各怀私心，拉帮结派，内斗不止，所有人都在乎家族利益、个人虚名，没人真正着眼于天下大局。而曹操阵营上下目标高度统一，军令如山，令行禁止，没有多余的内耗，只有全力以赴的决战。当许攸夜奔曹营，透露乌巢屯粮的机密，曹操不问真假，不做犹豫，赤脚起身，亲自带兵连夜奇袭乌巢，一把大火烧掉袁绍所有粮草辎重。这份果决与行动力，正是现实主义者最核心的优势。官渡一战落幕，袁绍元气大伤，不久病逝。曹操顺势横扫北方群雄，一统中原大地，建立起三国之中疆域最广、人口最多、实力最强的曹魏基业。这一刻，曹操的现实主义价值观走到了人生最辉煌的巅峰。可世间万事皆有因果，所有靠捷径换来的胜利，所有抛弃道义换来的霸业，早已在命运暗中标好了沉重的代价。曹操推崇绩效至上，利益为先，用实力打破了旧的阶级规则，却也亲手摧毁了维系人心的道德信仰。在曹魏集团内部，人与人之间没有忠义羁绊，没有情怀共鸣，只有利益捆绑。有用则重用，无用则舍弃。阻碍霸业者，无论功勋多大，情义多深，都可以毫不犹豫铲除。曹操晚年野心膨胀，不甘屈居汉臣，想要加九锡封魏王，一步步谋划篡汉自立。而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，正是为他谋划半生、奠定北方基业的首席谋臣荀彧。荀彧一生心怀汉室，辅佐曹操的初心，是希望辅佐贤臣平定乱世，
匡扶汉室，重整朝纲。他认可曹操的雄才大略，却绝不认同篡汉夺权的野心。当他看清曹操的真实图谋，内心的理想彻底崩塌，而曹操的处理方式冷酷到极致，派人送去一只空空的食盒，寓意汉室俸禄已尽，你再无立足之地。荀彧看懂了其中深意，万般绝望之下服毒自尽。一代名臣落幕悲凉。除掉荀彧之后，曹操又接连清算孔融、崔琰等坚守道义、心怀汉室的名士，但凡有道德洁癖、坚守正统信仰者，都被他一一打压铲除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曹魏集团彻底沦为没有灵魂、没有信仰、只靠利益维系的聚合体。文臣武将追随曹家，不是出于忠义，不是出于感恩，仅仅是因为跟着曹家能升官发财，能安身立命。一旦利益消失，羁绊便瞬间断裂。曹操亲手打破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千年道德底线，向天下人传递了一个冰冷的规则：只要实力足够强大，就可以凌驾礼法之上，就可以欺负孤儿寡母，就可以篡夺他人江山。他以为自己掌控了乱世格局，却万万没有想到，几十年后，司马家族完美复刻了他的生存逻辑，甚至比他更冷酷、更无底线、更无道德廉耻。司马懿默默蛰伏一生，看透了曹操的权谋与规则，深知在这个不讲道义、只讲实力的时代，隐忍伪装、不择手段才是最终的制胜之道。曹操用极致现实主义铸就了曹魏霸业，却也亲手拆掉了守护子孙基业的道德护城河，让曹家江山最终沦为司马家族的嫁衣。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宿命：赢了当下的江山，输了长远的国运，赢了世俗的霸业，输了人心的敬畏。看完了曹魏的极致现实主义，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东。东吴阵营代表的是精致实用主义，处事风格精明圆滑，左右逢源，保守求稳，精于算计。如果说曹魏是曹操一人绝对控股的大型独角兽企业，蜀汉是刘关张生死绑定、情义为先的兄弟合伙公司，那东吴就是江东各大世家联合持股、分权制衡的股份制集团孙坚。孙策、孙权三代掌舵人从来都不是江东真正的主宰，他们只是被江东本土世家大族共同推举出来的名义董事长。真正掌控江东土地、财富、兵权、仕途的是根深蒂固的江东四大家族，以及遍布各郡县的地方望族。孙家想要稳固基业，必须依附世家，迁就世家，受制于世家，永远无法独断专行。这也注定了东吴从诞生之初就没有逐鹿中原。一统天下的宏大格局只剩下自保求存、算计利弊的小家思维。东吴的处事逻辑从头到尾都只有6个字：算利弊，重自保。凡事不谈理想，不谈大义，不谈天下格局，只计较投入产出，权衡性价比，有利可图就顺势而为，得不偿失就立刻收手，绝不做任何赔本的事儿，更不会为了虚无的家国情怀损耗自身利益。赤壁之战就是东吴精致实用主义的第一次极致大考。建安13年，曹操平定北方之后，挥师南下，大军压境，80万兵马饮马长江，声势滔天，荆州不战而降。刘备仓皇逃窜，江东瞬间陷入岌岌可危的绝境。朝堂之上，以张昭为首的文臣集团齐刷刷站出来劝谏孙权，恳请投降归顺。在传统故事的解读里，张昭等人被塑造成贪生怕死、软弱怯懦的投降派。可如果读懂东吴的底层逻辑，你就会明白，他们不是胆小，只是极致的利己算计。他们心里有一本算得清清楚楚的账，执意迎战曹操。江东必遭战火蹂躏，田地荒芜，人口锐减，世家的家产土地、佃户都会蒙受巨大损失，打赢的概率微乎其微。就算侥幸取胜，也是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完全得不偿失。
可如果选择投降，结局就完全不同。曹操想要治理江东，离不开熟悉本地民情、掌控地方势力的江东世家。投降之后，孙权或许会失去基业，但世家的权势、财富、土地、地位丝毫不会受到影响，不过是换了一位朝堂管理者，换了一个名义上的主公，自己的荣华富贵依旧可以延续一生。这就是精致实用主义者最真实的底色。国家兴亡可以置身事外，个人利益永远放在首位，家国情怀在私利面前一文不值。年仅26岁的孙权，此刻陷入了人生最艰难的抉择。作为孙家的继承人，他绝不能投降，一旦归降，父兄打下的江东基业便毁于一旦。可朝堂大半文臣，背后各大世家都不愿开战，人心涣散，阻力重重。幸好他手握最后一张底牌，那就是以周瑜、鲁肃为代表的少壮派军方势力。周瑜胸怀格局，志在抗曹，坚定主张联刘抗曹。有了军方的支撑，孙权终于下定决心，拔剑砍碎桌角，当众立下铁律。再有严将者如同此案，他用强硬的姿态，强行把江东世家的个人利益与江东的存亡命运捆绑在一起，逼着所有人放下算计，共同迎战曹军。随后孙刘联盟达成，周瑜调度兵马，巧用连环计、苦肉计，借东南风起，一把大火烧尽曹军连环战船。赤壁之战大获全胜，这也是东吴100年历史上最高光、最热血、最有格局的时刻。可高光转瞬即逝，赤壁大捷之后，东吴的精致实用主义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愈发根深蒂固，最终困住了自己一辈子的格局。很多人一直疑惑，赤壁之战重创曹军主力，周瑜又顺势拿下南郡，占据战略要地，为什么东吴始终跨不过长江，无法挥师北伐，逐鹿中原？为什么孙权每次亲率10万大军攻打合肥，都会被张辽区数千兵力击溃，狼狈败退？难道东吴的兵马真的孱弱不堪吗？答案从来不是兵力不行，而是人心不齐，格局受限。对于江东世家来说，坚守长江防线，抵御外敌入侵，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园，保全自身的利益，所以他们愿意拼死作战。可若是主动北伐中原，开疆拓土，他们便毫无兴致。北伐需要消耗海量钱粮，需要抽调世家的人力物力，需要子弟远赴北方征战沙场，死伤惨重。就算打下中原城池，对江东世家也没有任何实际好处。他们不愿离开江南富庶之地，不愿涉足中原纷争。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儿，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永远不会去做。所以东吴的军队打起防御战、水战，天下无敌，无人能敌。一旦踏出长江，主动发起进攻，便人心涣散，军心不稳，毫无战斗力。战略视野被死死禁锢在长江以南，永远只能偏安一隅，坐观天下纷争。而这份精于算计的实用主义，最终酿成了三国最让人痛心、最让人诟病的千古憾事，那就是白衣渡江，背刺关羽。建安24年，关羽镇守荆州，发动襄樊之战，水淹七军，威震华夏，生擒于禁，斩杀庞德，兵锋直指中原。就连雄踞北方的曹操都被打得心生畏惧，一度想要迁都避其锋芒。此刻魏蜀吴三方势力格局悄然逆转，蜀汉声势达到巅峰。按照天下大局与孙刘联盟的道义，东吴理应趁机出兵北上，联手关羽夹击曹魏，瓜分中原土地，共同推翻曹氏势力，这才是胸怀天下的战略格局。可东吴的掌权者却依旧困在眼前的私利算计里。孙权和吕蒙私下盘算，关羽若是大败曹操，蜀汉一家独大，日后必然会压制东吴。荆州紧邻江东，地势险要，物产丰饶，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如今关羽主力远赴樊城作战，后方荆州防务空虚，这正是偷袭夺城的最佳时机，错过再无机会。于是东吴彻底背弃孙刘盟约，
选择背后捅刀。吕蒙下令士兵脱下铠甲，换上白衣，伪装成商人，悄悄渡过长江，兵不血刃拿下荆州全境，断了关羽的后路。关羽腹背受敌，孤立无援，最终败走麦城，兵败被俘，身首异处。从战术层面来看，白衣渡江布局精妙，兵不血刃，堪称顶级军事谋略。从短期利益来看，东吴拿下荆州，彻底巩固了长江防线，扩充了疆域版图，性价比拉满。可从宏观历史格局来看，这是一次极其短视、极其愚蠢的背叛。孙刘联盟彻底破裂，南方两大势力陷入无休止的内耗、争斗、征伐。从此世间再无任何力量能够联手抗衡北方的曹魏。东吴为了荆州这一块眼前的肥肉，葬送了三分天下、北伐中原的最后希望，也彻底断送了自己争夺天下的可能。孙权晚年看着江东世家势力日益膨胀，已经严重架空孙家权力，朝堂被世家把控，朝政被门阀干预，他心生猜忌，性情大变，引发残酷的二宫之争，朝堂分裂，内斗不休，名将陆逊被步步逼迫，含恨而终，诸多开国功臣被猜忌清算，不得善终。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东吴股份制格局与实用主义内核带来的必然结局。孙权想用杀戮夺回权力，却只是这个精致利己集团走向腐朽没落前最后的挣扎。东吴这一生靠算计安稳苟活，靠圆滑夹缝求生，熬死了曹魏，熬死了蜀汉，看似笑到了最后，实则一辈子困于江南一隅，毫无王者格局。等到西晋大军南下渡江，江东世家再度践行一贯的实用主义，不愿拼死抵抗，直接开城投降，不费一兵一卒归顺西晋。从头到尾，东吴都逃不出精明算计、保守利己的宿命，平庸开局，平庸坚守，平庸落幕。当曹魏被极致现实主义裹挟，唯利是图，冷酷杀伐；东吴被精致实用主义困住，精于算计，格局狭隘。在这个人情淡薄、道义崩塌、背叛横行的乱世，总有人不愿随波逐流，不愿屈服现实，坚守一份初心、一份仁义、一份情义。这就是蜀汉阵营代表的浪漫理想主义，也是《三国演义》最动人、最催泪、最让后人意难平的精神内核。在人人都追逐利益、争抢地盘、尔虞我诈的黑暗森林里，罗贯中为我们撕开了一道光亮的裂缝，而这道光就是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等人坚守的理想与忠义。蜀汉从创业之初就和魏吴有着本质区别，曹魏靠强权军功聚拢人才，东吴靠利益绑定维系格局，而蜀汉靠的是桃园结义的初心，以人为本的底线，兴复汉室的理想，不靠家世背景，不靠权势财富，只靠情义与信仰凝聚人心。刘备的人生开局堪称底层逆袭的极致剧本，身为汉室宗亲，却家道中落，沦落街头，织席贩履为生，出身卑微，一无所有，没有兵马，没有地盘，没有人脉。机缘巧合之下，结识了一身正气的关羽，豪爽勇猛的张飞，三人一见如故，志趣相投，在桃园之中焚香立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一句誓言，一辈子坚守，开启了一无所有却初心不改的创业之路。刘备的前半生只能用颠沛流离、屡败屡战来形容，打仗几乎逢战必败，被吕布驱赶，被曹操追击，被袁术排挤，数次丢失城池，数次弄丢家小，狼狈逃窜，四处漂泊，先后投靠公孙瓒、陶谦、曹操、袁绍、刘表，辗转大半个天下，始终没有一块稳固的立足之地。旁人创业，为了功名利禄、荣华富贵，为了割据一方，称霸自保。而刘备创业自始至终都坚守着匡扶汉室、安定百姓、拯救乱世苍生的初心。别人乱世争抢钱粮、争抢人口、争抢城池，唯独刘备拼尽一生争抢人心，坚守大义。
建安13年，曹操大军南下，荆州刘琮不战而降，刘备驻守樊城，瞬间陷入绝境，只能放弃城池向南撤退。就在此时，上演了三国历史上最违背军事常理、最震撼人心的一幕：携民渡江，荆州10几万百姓感念刘备的仁厚德行，不愿留在故土被曹操统治，自发扶老携幼，拖家带口，执意追随刘备一同逃难。10几万百姓随行，行军速度极其缓慢，每天只能行走10余里路程。而身后曹操最精锐的虎豹骑，正以日行300里的速度日夜疾驰，步步紧逼，随时都能追上合围。麾下谋士将领心急如焚，纷纷劝谏刘备舍弃百姓，轻装前行，保住自身性命与核心兵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可刘备却断然拒绝，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至理名言：福济大事，必以人为本。今人归伍，吾何忍弃去？成就大业，根本在于民心百姓。如今百姓真心归附于我，我怎么忍心抛下他们独自逃生？在那个战火纷飞、人命如草芥的乱世，各路诸侯都把百姓当成粮草来源、战争工具，唯独刘备把百姓当成心头责任，立身根本。这份不仁，这份仁心，这份坚守，就是理想主义最动人的光芒，也是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诸葛亮等天下豪杰甘愿放弃安稳前程，一生不离不弃，生死相随的根本原因。可理想主义再动人，在冰冷残酷的现实面前，终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这份代价在刘备称帝之后迎来了最悲壮的爆发。关羽镇守荆州，兵败被东吴偷袭，败走麦城，最终惨遭杀害。身首异处，消息传回蜀中，举国悲痛。刘备痛心疾首，张飞悲愤难平，终日沉浸在悲痛之中，因情绪失控鞭打麾下士卒，最终被部下暗中刺杀。短短时间里，桃园结义的2弟、3弟接连离世，痛彻心扉。刚刚登基称帝，蜀汉国力达到巅峰的刘备，迎来了人生最艰难，也最考验初心的战略抉择。从现实主义、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，最明智的选择无疑是隐忍克制，放下丝绸，曹魏才是篡汉的国贼，才是蜀汉真正的敌人。东吴只是盟友间的过错，此时应当稳住阵脚，重新与东吴结盟，联手共抗曹魏。以家国大局为重，放下兄弟私怨。诸葛亮、赵云等一众重臣也苦苦劝谏刘备，国贼是曹操，非孙权也，恳请陛下以天下为重，切勿意气用事。可刘备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蜀汉的根基从来不是城池疆域，不是兵马钱粮，而是桃园结义的誓言，是不离不弃的兄弟情谊，是坚守一生的仁义初心。如果此刻为了帝王权位，为了江山霸业，眼睁睁看着结义兄弟惨死，却忍气吞声，与仇人握手言和，那刘备一生标榜的仁义变成了虚伪的口号，蜀汉赖以立足的理想信仰便会彻底崩塌。一旦失去情义与初心，蜀汉和唯利是图的曹魏、精于算计的东吴，便再无任何区别。所以哪怕明知讨伐东吴在战略上是大错特错，哪怕明知此战可能损耗蜀汉精锐，断送基业前程，刘备也别无选择，必须为兄弟复仇，为初心一战。朕不为帝报仇，虽有万里江山，何足为贵？这是一位帝王最不理智的决定，却是一位结义兄长最重情义、最坚守初心的绝唱。随后刘备倾尽全国精锐兵马，顺江而下讨伐东吴，却被陆逊以逸待劳，巧用火攻，火烧连营700里，蜀汉大军全线溃败，精锐将士、中生代将领损耗大半，国力瞬间由盛转衰。刘备兵败退守白帝城，身心俱疲，壮志难酬。1年之后，在白帝城黯然落幕，临终托孤，将一个内忧外患、满目疮痍、濒临崩溃的蜀汉
连同兴复汉室的未竟梦想，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。从此，诸葛亮接过了蜀汉理想主义的接力棒，开启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孤独坚守。白帝城托孤之后，诸葛亮面对的是地狱般的开局，外部曹魏、东吴虎视眈眈，时刻准备趁机吞并蜀汉；内部南中地区叛乱四起，益州本土势力蠢蠢欲动，朝堂人心不稳，国力空虚。此刻的蜀汉就像狂风巨浪中的一叶扁舟，随时都有倾覆沉没的可能。无人看好蜀汉的未来，无人相信还能延续国运。可诸葛亮凭借超凡的智慧、过人的毅力，赤诚的忠心，硬生生稳住了摇摇欲坠的江山。他安抚朝堂人心，整顿内政吏治，恢复农业生产，休养生息，积蓄国力。随后亲率大军南征，七擒孟获，平定南中叛乱，稳固后方根基，又重新派遣使者出使东吴，修复破裂的孙刘联盟，解除外部后顾之忧。等到蜀汉国力稍稍恢复，根基逐渐稳固，诸葛亮毅然决然做出了毕生最重要的决定：北伐中原。兴复汉室，很多人至今都无法理解。蜀汉国力孱弱，疆域狭小，人口稀少，曹魏占据北方广袤土地，国力是蜀汉的数倍之多，实力差距悬殊到肉眼可见。诸葛亮为什么非要六出祁山，连年北伐，执意去打一场看似注定失败、毫无胜算的战争？安守蜀中天府之地，休养生息，安稳度日，难道不好吗？如果诸葛亮是实用主义者、现实主义者，大可偏安一隅，苟且自保，安稳度过一生。可他是世间最纯粹、最孤独、最执着的理想主义者，他看得比任何人都通透。蜀汉地狭人少，物产有限，若一味偏安守城，不主动出击，只会坐等国力被曹魏慢慢拖垮，蚕食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。以攻为守，才是延续国运的唯一出路。而更深层的原因是藏在心底的诺言与初心。20年前，南阳卧龙岗茅草庐中，刘备三顾茅庐，放下帝王皇叔的身段，诚心恳请出山相助，一番隆中对，定下3分天下、兴复汉室的宏伟蓝图。那一刻，诸葛亮许下承诺，辅佐刘备平定乱世，还于旧都。如今大哥已逝，关张陨落，创业元老纷纷离世，昔日桃园的热血、隆中对的梦想似乎早已遥不可及。可诸葛亮不愿辜负知己的托付，不愿背弃年少的誓言，不愿让兴复汉室的理想就此烟消云散。一篇出师表，字字赤诚，句句忠心，道尽了诸葛亮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执念。今天下3分，益州疲弊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他余生的人生信条。他深知天命难违，深知国力悬殊，深知自己大概率无法北伐成功，可他依旧不愿向命运低头，不愿向现实妥协，以一己之力扛起整个蜀汉的理想与希望，一次次踏上北伐之路，辗转祁山沙场，耗尽心血与精力。公元234年，54岁的诸葛亮最后一次率军北伐。此时他早已积劳成疾，病入膏肓，独坐4轮车之上，遥望曹魏大营。对面的司马懿深谙隐忍之道，坚守不战，以拖待变，静静消耗诸葛亮的寿命与蜀军的士气。司马懿看得很明白，只要熬下去，时间就会站在曹魏这边，天命就不会眷顾蜀汉。诸葛亮难道看不明白吗？他什么都懂，什么都看透，看透大势已去，看透理想难成，看透宿命难逃。可他依旧选择坚守，选择抗争，不问成败，只问本心，不问天命，只问苍生。一阵萧瑟秋风掠过5丈原，吹灭了象征大汉最后希望的7星灯。诸葛亮油尽灯枯，看得然长逝，随着他的离去。三国那段充满忠义、热血、浪漫、坚守的理想主义时代彻底落下帷幕，只留下无尽的遗憾与意难平。
魏蜀吴三家三种价值观各自崛起，各自辉煌，各自落幕。曹操的极致现实主义打破阶级固化，铸就北方霸业，却丢失道德底线，埋下覆灭隐患。孙权的精致实用主义守住江东基业，得以安稳偏安，却困于格局短视，无缘天下大业。刘备诸葛亮的浪漫理想主义输掉了江山霸业，却赢得了千年人心敬仰。可历史向来充满极致的讽刺，真正笑到最后的，既不是杀伐果断的现实主义，也不是精明圆滑的实用主义，更不是赤诚坚守的理想主义，而是击穿所有道德底线，抛弃所有家国情怀。极致利己、极致虚无的司马家族，司马懿一生最大的本事，不是运筹帷幄的智谋，不是用兵如神的韬略，而是极致的隐忍、伪装与毫无底线的利己。他默默蛰伏数十年，熬死了雄才大略的曹操，熬死了精明强干的曹丕，熬死了睿智沉稳的曹睿，甚至熬死了毕生对手诸葛亮，把所有竞争对手都耗到落幕，自己静待时机，伺机而动。曹操尚且顾及大汉臣子的体面，终身没有称帝，留存一丝道德底线，而司马懿连最后一点体面都彻底抛弃，毫无底线，不择手段，只为夺权上位。公元249年，高平陵之变爆发，司马懿趁着曹魏大将军曹爽陪同小皇帝前往高平陵扫墓，突然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，掌控京城兵权与朝堂大局。彼时曹爽手握皇帝，掌控兵权，若号召天下兵马勤王，与司马懿拼死一战，胜负尚且难料。可司马懿深谙人心狡诈，派出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前去劝降，并且对着洛水立下毒誓，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，便可保全性命，安享富贵，绝不加害分毫。古人敬畏天地山川，立誓乃是最庄严的承诺。曹爽生性天真，轻信誓言，以为世家争斗必有底线，于是放下兵权，主动投降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司马懿转头便翻脸无情，背弃洛水誓言，以谋逆罪名残酷诛杀曹爽三族，牵连麾下党羽多达7000余人。洛阳城血流成河，惨不忍睹。高平陵之变之所以被后世诟病千年，是因为它彻底摧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契约精神，誓言底线与道德规则。从前的权力争斗尚且留有几分规矩，几分底线，杀将不祸及妻儿，夺权不背弃誓言。而司马懿用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，誓言可以随意背弃，道德可以随意践踏，规则可以随意打破。只要能赢得权力，无论背信弃义，无论阴险狡诈，无论残忍嗜杀，都可以无所不用其极。他赢了权力，却打开了人性贪婪与卑劣的潘多拉魔盒。从此世间英雄道义荡然无存，只剩下尔虞我诈，互相算计，比谁更无底线的人性内卷。司马家族靠着背叛、阴谋、隐忍夺权上位，建立西晋王朝，可没有道德根基，没有理想情怀，没有民心支撑的政权，注定无法长久。西晋建立不久，便爆发荒唐的八王之乱，宗室互相残杀，朝堂分崩离析，紧接着便是五胡乱华，中原大地沦陷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华夏民族陷入长达300年的战乱至暗时刻，这便是毫无底线、极致利己的最终恶果。即便三国大势最终归尽，理想主义的火种也没有瞬间熄灭。蜀汉大将军姜维接过诸葛亮的遗志，坚守北伐初心。蜀汉后主刘禅开城投降，举国归顺之时，前线坚守剑阁的姜维依旧不愿放弃，不愿低头。他心怀复国大志，假意投降魏将钟会，巧妙挑拨魏军内讧，试图在绝境之中寻找一丝社稷复辟的生机。他暗中给刘禅写下密信，愿陛下忍数日之辱，臣欲使社稷危而复安，日月忧而复明，恳请君主隐忍等待，自己定会拼尽全力夺回蜀汉江山。
可惜天意弄人，兵变最终失败。姜维被乱军重重包围，一生壮志难酬，临终仰天长叹：“我计不成，乃天命也。”随后拔剑自刎，以身殉国。姜维的落幕，标志着从桃园结义开始，在赤壁燎原，在五丈原坚守的蜀汉理想主义火种彻底熄灭。回望整个三国100年风云，卑鄙的权谋者窃取了天下，赤诚的英雄者化作了黄土。可千百年岁月流转，我们铭记的从来不是司马懿的阴谋夺权，不是晋朝的王朝一统，我们铭记的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生死情谊，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忠义无双，是赵云长坂坡7进7出的赤胆忠心，是张飞当阳桥喝退曹军的勇猛豪情，是周瑜羽扇论金的儒将风采，是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赤诚坚守，是刘备以人为本的仁厚初心。历史的进程或许会被卑鄙的权谋暂时篡改世俗的江山，或许会被无底线的野心暂时占据，但历史的丰碑永远只为坚守道义、心怀理想、赤诚坦荡的高尚灵魂而立。司马家赢得了世俗的江山社稷，却输掉了后世1000年的人心敬仰。刘备、诸葛亮、关张、赵马黄等蜀汉英雄，输掉了一时的王朝霸业，却赢得了中国人刻入骨髓、代代传承的精神信仰。世间总有一些忠义是权谋无法算计的，总有一些理想是刀剑无法摧毁的，总有一些赤子初心是岁月无法磨灭的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一场三国大梦，道尽人性百态，写尽理想与现实。最后想问问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，听完这期深度拆解，你更认同曹操的现实主义处事，还是刘备的理想主义坚守？放在当下的生活与职场中，我们该圆滑务实、随波逐流，还是坚守初心、不改本色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，我们一起深度探讨。也喜欢这种名著深度解读的朋友，一定要点点订阅，锁定频道。下期我会继续带你拆解经典，读懂历史背后的人性智慧。愿我们所有人看透世事残酷，依旧心怀赤诚，历经人间风雨，仍守赤子初心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晚安。